那你觉得什么样性格的外国人比较会受中国人的欢迎？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冒犯到我。你平时交朋友是有什么方式？以前可能外国人在中国比较少，大家会觉得很新奇，或者就觉得有一个外国朋友，就感觉自己很厉害的那种感觉。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So this video I'm going to interview Chinese guys if they want to have foreign friends and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n the friendships and also how do Chinese people usually make friends. So if you haven't subscribed to my channel yet, my name is Aiden. I interview Chinese people and also foreigners who live in China. Now let's get started.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年多大？我今年22，刚满22岁，刚毕业。对，刚毕业。我现在就相当于在这边摆一个集市的摊位，去做一点小生意吧，自己当老板会更加轻松一点。我之前也上过班，就不想上班了，太累了，我感觉。我们今天采访有一个话题，就是你身边有外国朋友吗？我身边有澳大利亚的，他是我大学时候认得的。对，我们都是乒乓球社的，然后他比较喜欢打乒乓球，毕竟是外国同学嘛，总会有一点点可能比较特别，大家会去疏远他，不愿意跟他沟通，害怕去跟他交流，然后我就经常跟他一起说话，一起去打游戏、吃饭什么的，和他关系还不错。你觉得跟外国人交朋友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跟我们不太一样？关于礼貌吧，就可能有的时候他说的一些话或者一些举动，会让我觉得我有被冒犯到，因为可能外国那边会比较思想上的开放，或者他们说话会更直接一点，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冒犯到我。我是跟他打乒乓球认识的嘛，打的时候我承认我状态那一天不是很好，打得很烂了。就一般来说，你可能换做我别的朋友，他说哎没事的 ，OK 的，再来一个嘛，慢慢打后面一定会好起来了。然后他就会说你今天怎么打得这么差？我那个时候就不要吧，你是我队友，你这么说我好难受。那你今天怎么打得这么差？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我有点难受，有点受不了，我不能接受我朋友这么说我。然后后面我了解到，确实是可能对于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这个样子了。对，他可能就是只是真的是在关心我，说你今天怎么打这么差？可能换到我们的问法就是你今天怎么状态不是很好。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性格的外国人比较容易交到中国的朋友？就是那种直接一点的，直来直往一点的，就可能是刻板印象吧，在我的心里面，就那些外国人们，他就会比较热情，比较开朗。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热情、比较开朗、比较愿意跟我说话的，我更加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如果外国人想跟中国人交朋友，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当一个外国人他面临了一个问题，可能关乎到中国的习俗的时候，可以问清楚，就不要自己擅作主张。最近的嘛，马上要到了，马上清明节啊那种，对吧？我肯定要上坟，肯定要祭奠祖先那种。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而不要直接去做那些事情。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作为中国人，你们平时有什么方法认识中国的朋友？可能就通过社交软件吧，比如说我准备这周末去看个电影。有没有人陪我去看？我发一个帖子，对，很正常。小红书上还是？对，小红书上很正常，我都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发帖子，然后认识到更多新的朋友。就刚开始可能很陌生，然后慢慢玩着就 OK， 那我们俩加个微信，我们聊一下 OK， 那我就成为朋友了。那其实外国人如果想交中国朋友，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我觉得很方便。有没有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的？有，他是湖北那边的，我是成都这边，可能隔了1000多公里吧，距离算好，但是我现在跟他一直很要好，可能我们就偶尔放个假可能会见一面，或他什么时候来这边玩会见一面，但是关系都是比较好的。好神奇，很好。就其实维系友情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我觉得。我今年有点大了，我已经32岁了。看不出。平时身边有外国朋友吗？接触的很少，但是这2年就是我们接触到外国的顾客，慢慢在增多了。平时跟外国顾客打交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最开始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我英语不好，后来靠一些翻译软件，到在最后其实不太恐惧了，就会有一些简单的口语的交流，但是深入点的还是不能够。我觉得外国朋友也很友好，情绪价值也会给得很高，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那以后会考虑就是你觉得就是想交一些外国朋友吗？可以的，只是可能还是要学习英语。如果光靠手语或者翻译，还有一些粗浅的表达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入
结交朋友，比如说朋友可能之间会有一些深度的交流或者谈心之类的，就觉得现在好像中国很强大了，不需要我学英语了。最开始因为可能学习不太好，英语也没怎么学，我没有上过大学。以前是语文、数学、英语都是非常重要的科目嘛，后面英语就开始被剔除了，慢慢就淡化了。但是我后面发觉，其实你要真正的去走出国门，世界还是英语去占据了主要的语言。我前段时间去越南玩，因为中国游客就很少。然后就可能沟通起来就不太方便，我就开始尝试就去下载那个多邻国，就开始在学习。多邻国很多人都放弃了。对，就我其实也是忙的时候有时候就忘了，但闲的时候会看一下。那你觉得什么样性格的外国人比较会受中国人的欢迎？开朗、热情、善良这几个元素吧。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有什么样的文化习俗，它是需要去尊重中国的？其实对于我来讲还好，百无禁忌吧，因为每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文化，甚至一些宗教类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话，刚开始可能会有可能不经意之间会。这个你也不能就是怪，你可以，如果他比如想要中国常待的话，我可以试着去给他讲解一下我们中国的有一些文化类的东西。我交朋友喜欢看边界感，也看从小事上看，不是很熟络的朋友，如果他踩到我的红线之后，我就会慢慢。我觉得这个边界感很重要。比如我们刚认识还不熟络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刻意去聊到家庭啊，我觉得反正不够熟的朋友，如果你要去刻意去聊这种话题的话，会让我有一点不太舒服。我今年35了。看不出来。你平时身边有外国朋友吗？可能有1-2个，都非常少，都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这种。有一个是俄罗斯的，还有一个是黑人，但我具体那个国家我不太知道。他们说中文还是？大部分都还是会一点点中文。之后会想交多一些外国朋友，还是？觉得还好，不一定就非要说要去想交不交朋友，就可能就是缘分，可能认识了大家聊得来，可能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还是挺难聊的，除非你是出过国或者干什么，不然你们之间的思维逻辑方式还是差异挺大的。我发现就只能聊一些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今天吃什么、玩什么、干什么。你觉得主要是语言的问题，还是因为成长环境不一样？肯定都有啊，你文化、成长环境这些都有，就明显会觉得思维方式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就是一个外国人是什么样的性格来中国跟中国人交朋友会比较受欢迎？外国人好像其实在中国都普遍来说都比较受欢迎吧。以前可能外国人在中国比较少，大家会觉得很新奇，或者就觉得有一个外国朋友就感觉自己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很多人真的就这样的，很多我都不说其他了，那些不好的事我就不提了，大家都明白这个东西。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突然问我这个，我没有觉得什么会让我觉得特别冒犯。应该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吧，和中国的地位这种，就是要不然就瞧不起中国，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啊，觉得把我们跟什么印度比或者干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否定一些历史吧，具体我就不好说了，就那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触犯我们的底线的，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就是你平时有什么方法，就是认识朋友？朋友基本上都是喝酒吧，我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然后我发现就可能喝酒会比较容易交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偏爱的一个人，就是你让我主动去跟一个人聊天，我是不会去聊的，但喝了酒以后，我会主动去想了解你。喝什么酒？现在可能喝洋酒和鸡尾酒比较多一点，喝啤酒少一点。你酒量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喝太多了，伤身体了，现在都喝不了多少，就只能说喜欢喝少一点行。会考虑说就是户外跑步啊、爬山啊这样的方式去交朋友吗？没有，因为我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最多去健身房那种。你要让我去爬山那些，可能就不是一个圈子，那个是单独的一个圈子那种了。可能说大家约几个朋友一起去爬一下山，可能偶尔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想交中国朋友，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们？你觉得学中文重不重要？这个肯定重要，一个是你方便了解就中国人的一些那种文化和他们的思维习惯，这样会更方便你们交流。我今年本命年24了。身边平时有外国朋友吗？没有
喝酒碰到过，但是一般没有第二次，或者是爬山的时候也遇到过，也聊得蛮来的，但是就不会留联系方式。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尼日利亚、英国的、澳洲的。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们太紧绷了，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就是这个分人。就是希不希望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希望，我的愿望是可以去各个国家旅行。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性格比较容易交到中国朋友？别太自恋就行，就是别太自大就好。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没有，我觉得很好，挺好，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语言问题，如果外语不好，可能沟通上面有困难。你还是希望说对方会说中文？也没有，就是互相努力吧，互相加油吧。你平时交朋友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朋友蛮少的，基本都是同事或者同学，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恋人又是朋友。所以你觉得交朋友很难，或者？也没有，就是你只要是有正事儿干，把家里的东西弄好就已经不错了，让身边人快乐高兴就不错了。朋友的话就没必要就是硬交，随缘，就不会主动去交那些朋友。但是也很关键，就是在工作烦心的时候，有个朋友也非常关键的，兄弟之间的这种感觉，互相给予情绪价值这种。文化习俗上有什么需要尊重中国的地方？其实说实话，入乡随俗什么的东西都是，就是我们只会要求自己，就是我去别的地方，我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习俗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个人比较包容的，外面的朋友过来，你如果了解我们这些礼仪更好，但是你不了解，我也会比较宽容的。你来了给别人竖中指，他们揍你我不管啊，但是你给我竖中指我可以接受。这都可以。我今年32岁，看着很年轻。谢谢。身边平时有外国朋友吗？因为我们店来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喜欢来我们店喝点咖啡啊，喝点酒啊这样的，要约着出去玩的这种外国朋友，那还真是没有。觉得和外国朋友打交道，我觉得还是挺放松的。因为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说是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松弛，还有就是他们的笑容会给我一种很放松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嘛。不像可能中国可能有一点，就是说大家都会比较见到陌生人都会比较收着一点的那种感觉，对。OK。你觉得什么样性格的外国人比较容易跟中国人交朋友？我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来讲的话，就比较偏随意了，不像以前，可能大家会可能有点拘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都是很放松的，没那么多规矩。对，没有那么多规矩了，就是说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你平时交朋友是有什么方式？因为在店里面的话，我其实跟客人来讲的话，还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吧。就是我可以比如说是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来这个地方玩，然后他们平时会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成都旅游吗，还是什么，就可以把一些东西给后面的一个交友的方式一个打开。所以是要开一个店。对，开一个店，对。Yeah, so I hope you guys enjoyed the video and hope you get some insights on how to make friends with Chinese guys. Overall, through my observation,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very genuinely welcome and friendly, and also very tolerant.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like first time visiting China, first time having a Chinese friends, and offending them. I also filmed another episode of interviewing Chinese girls about making foreign friends. So if you haven't checked it out, check it out. And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